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卡平君，应一位粉丝要求，我今天就讲一下小智手里最没存在感的神奇宝贝吧。对于这个话题，我内心是有点拒绝的，因为这又是一个容易遭人喷的话题啊。我觉得存在感低，别人可能不觉得啊。所以我在这里稍微偷换一下概念，存在感低，那也就意味着登场次数非常少啊。那我就盘点一下小智从来没带出去旅行过的神奇宝贝，还有一些我个人认为存在感确实比较低的神奇宝贝吧。第一只食丸子，食丸子是我个人觉得最没有存在感的神奇宝贝了。注意，是我个人观点哦。他是因为被小智的人格魅力征服，所以自己跟着小智的。在打道馆赛的时候，进化成了地蔓延，体型顿时增大了数十倍。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厉害，但是其实并不怎么强。小智后来很少让他登场，所以自然就没给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。第二只南蟾蜍，小智收服南蟾蜍的过程可以说比较随意了。当时南蟾蜍处于小智的敌对面，小智为了不让他干扰自己，无奈之下和他对战，最后就收服了他。他的存在感还是比较低的，一是因为颜值并不突出，二是实力不怎么强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出场戏份比较少，所以他的观众缘很一般。第三只臭臭泥，小智收服他的时候，由于手里的神奇宝贝已经有了6只，所以刚刚收服他就自己传送到了大木博士那。大木博士刚刚接触臭臭泥的时候是非常崩溃的，但是后来我们都知道，大木博士已经被压得很习惯了。臭臭泥最辉煌的战绩莫过于单方面碾压喇叭牙了。先说一下这只喇叭牙可不简单哦，连续打败了妙蛙种子和皮卡丘，格斗技能可以说登峰造极了，但是在臭臭泥这里却没有一点用武之地，最后屈辱的失去了战斗能力。第四只肯泰罗，小智在无意里足足收服了30只肯泰罗，所以每次用肯泰罗上场的时候，都不知道他用的到底是哪一只。卡皮君个人觉得应该一直是同一只。不得不说，小智的肯泰罗还是很厉害的。先是打败了橘子联盟前任冠军勇次的妙蛙花，再是成为了肯泰罗大赛的冠军。小智每次回到大木博士的研究所时，都会被自己的肯泰罗疯狂追赶，这种爱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。第5只巨泉蟹，小智的巨泉蟹出场次数真的是少得可怜，2只手都数得过来。不过即使是这样，他却为小智创造了一个记录，只用1只神奇宝贝就全灭了对方所有的神奇宝贝。在后来的联盟大赛中，小智就再也没有这样的辉煌战绩了。想当初小智刚收服他的时候，他还是一只发育不良的大前线，进化后就咸鱼大翻身了，搞得这个对手都怀疑了人生。值得一说的是，在成都联盟中，小智曾经打算让巨前线上场，但是在比赛前却出现了意外，导致无法参加比赛，后来由杰林龟来顶替。虽然杰林龟的表现非常优秀，但是这里也不禁为巨前线感到可惜啊。在这之后，巨前线几乎就再也没有登场过了。最后小智的大针锋和火爆猴这里就不说了，虽然他们的存在感也很低，但是因为已经放生了，所以这里就不提了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了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收藏哦。最后求个关注，谢谢大家。